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现在非常流行的用铸铁锅烤制的篾篓欧包 Dutch Oven Bread。 外皮也非常的酥脆，内部组织又特别的柔软有嚼劲，制作过程也相当简单，无糖无油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能错过这一款哦。因为这款面包无糖无油，所以我们往里面加入一些蔓越莓来增加面包的酸甜口感。稍稍切碎之后，我们可以加入水或者是白兰地、朗姆酒等，给它浸泡过夜再使用。面包中带的紫色来自于这个黑枸杞，黑枸杞是花青素之王，特别养生。我们称取25克左右的黑枸杞，冲入热水500克左右，给它浸泡。我们盖上一个牌子，让它焖制一会儿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你采用不同的水泡出来的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大家可以试下，用自来水泡出来的会偏蓝一点，用纯净水泡出来的就像视频里这样会偏紫色一点。稍许放凉到室温左右，我们把黑枸杞给滤出来，稍作压制，把里面的水都给提取出来。浓郁的天蓝紫色给这款面包带来了一股更加健康的味道。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，原料非常简单，我们往里面加入高筋面粉、全麦面粉、酵母，烧灼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海盐，倒入刚才提取好的黑枸杞溶液。做这款面包的时候不用预留水分，上下10几克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不要用手，用筷子或者其他的工具把它搅拌均匀，直到看不见干粉为止。面包面筋的生成一般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用除湿机揉面，让面筋生成。第二种办法就是让面粉跟水结合，产生水合作用。面包里面面粉与水的结合是形成面筋的主要条件，水跟面粉的比例对于面包的口感和嚼劲是非常关键的，往往水分越多，它的麸质 gluten 就会越活跃，气孔呢也会产生的越大。所以呢，篾篓面包的关键往往都是高的水分比，可以达到70%到80%之间，外加长时间的发酵，面筋就自然而然形成了。这是最后面团和好的状态，基本上搅拌2-3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盖上保鲜膜，在室温放置15分钟，让酵母活化一下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12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。第二天我们取出来，面团已经发酵得很充分了，内部的孔洞也非常大，满满的都是麦香味。撒上一些面粉，看看这里面的气孔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麦香的味道。把它整块放在案板上，表面再撒上少许的面粉，不用太多，只要不沾手即可。用双手给它按扁排气。泡制好的蔓越莓，我们用纸巾给它吸走一点水分，均匀地撒在刚才压好的面团表面。撒上一些核桃或者你喜欢的其他坚果，叠被子一样把它对折过来，用双手稍稍压扁，继续再铺上一层蔓越莓跟核桃。我们把面团继续对折一次，这次折好之后，可以把面团周围稍微封口。我们用双手抱住面团往后拉，使整个面团拱圆。只要不是特别沾手，就不要撒多余的面粉。经过冷藏发酵1晚上的面团特别的柔软，操作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很大的力气，就慢慢的给它轻柔的滚圆就好了。滚圆之后，我们开始2次发酵，
取一个8寸的7分烤盘，或者是底部比较平整的盆也可以，放入一张油纸或者是棉布毛巾都可以，只要方便一会儿发酵完了之后，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取出来就可以。把滚圆的面团轻柔的放在烤盘里面，开始进行2次发酵。表面再撒些少许的蔓越莓跟核桃，稍作装饰。用手轻轻按压，使它完全可以栽住，烤完之后不会掉下来。我们拿到烤箱里面开始2发，放入1杯热水，增加一点湿度。2次发酵温度是35度，发酵1个小时，一直发到体积明显变大，有2倍大左右。这时候我们取出你最心爱的铸铁锅，放在烤箱里面200度预热。一定要把铸铁锅提前进去加热10分钟左右。面包发好以后，表面撒上少许的面粉，开始割包。如果想要烤好之后表面的裂口比较大，那割的包就要稍微深一点。如果只要浅浅的小小的裂口的话，割的时候只要蜻蜓点水带一下就可以。我一般喜欢中间一道把它割深一点，这样的话烤出来之后中间的裂口会比较大一点。取出预热好的铸铁锅，用油纸轻轻地把发酵好的面团放在铸铁锅里面，迅速地盖上盖子，直接放在烤箱里面，用220度先烤30分钟。30分钟之后再打开盖子，再烤15分钟，到表面硬挺就可以了。做这款欧包呢，最好要有铸铁锅，没有的话可以用一个不锈钢的盆，外面罩一个盖子也可以。为什么一定要用铸铁锅呢？因为它的气密度比较高，聚热的能力呢比一般锅子强。面包在烤的时候被关在锅子里面，受热温度超过了100度，自然会产生很多大量的水蒸气，尤其是我们这种高水量的配方。那潮湿的空气一方面导热快，迅速的提高面包表面的温度，一方面又维持表面的柔软不会干，产生大的气孔组织，而高温的外表产生焦糖化，就会形成脆皮。这也是拿铸铁锅来烘烤这种免揉欧包的原理。看看这个切面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嚼劲和韧性？赶快做起来吧，真的非常简单。里面的枸杞水特别的养生，你也可以换成牛奶或纯净水都可以。最近经常做这款面包，你也可以在里面不加任何东西，加大全麦粉的含量，然后呢也是非常好吃的，稍微调整一下水量就可以了，只要和面和到那种稀稠度就可以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赶快做一个欧包跟家人分享吧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记得给我留言。但是我相信这块简单的面包一定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的。我是毛毛，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